从2011年提出最初的设想，到2024年2月，长征9号火箭的方案经历了至少4次重大变化，构型也至少推出了4个版本，原定于2030年的首飞也一次次的被推迟。现在长征9号的首飞已经被安排在2030年以后。长征9号火箭的方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新构型的长征9号又能否在严酷的国际航天发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呢？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走进长征9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中国的超级重型运载火箭。其实长征9号的构想提出的时间还是挺早的，至少要比正式提出星舰的设想的时间要早得多。目前在互联网上对星舰概念的最早提出时间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多数人认为星舰的设想的正式提出时间是在2017年。马斯克在2005年提出了 BFR， 也就是 Big Falcon Rocket 大猎鹰火箭这个概念。按照马斯克的设想，这种大猎鹰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100吨，但仅此而已。毕竟当时 SpaceX 连猎鹰1号火箭都还没有发射成功。2013年 BFR 被更名为火星殖民运输器。2016年 SpaceX 把火星殖民运输器更名为行星际运输系统 ITS。ITS 的直径被暂定为12米，运载能力也超过了300吨，但这时候连猎鹰9号火箭还没有完全成熟。Block 3版的猎鹰9火箭的一级回收实验还在进行中。说到这儿，我还要多说一句，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执行发射的猎鹰9号火箭已经是 Block 5版了，旧版的猎鹰和新版猎鹰的各项性能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正是因为此时直径 3.7 米的猎鹰9还处于实验阶段，所以当时没有人认为马斯克的直径12米的 ITS 是真的。2017年，随着 Block 4版的猎鹰9号火箭的成功发射和回收，猎鹰9号火箭的性能趋向于稳定，马斯克就在此时提出了新的 BFR 概念。新的 BFR 的直径是9米，它将是一个2级的航天器，它的2级将是一艘宇宙飞船，而且最重要的是 BFR 的1级和2级都是可以重复使用。2018年 SpaceX 开始用星舰称呼 BFR 的2级， BFR 的1级后来就被叫做超级重型助推器，再往后包括1级和2级在内的整个 BFR 也被称为星舰，至此星舰的概念被完整的提了出来。而长征9号的概念却是早在2011年就提出了。看过我的那期星舰 vs SLS 节目的朋友都知道，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 NASA 提出了太空发射系统 Space Launch System SLS 的概念。应该说当时中国的长征9号运载火箭对标的就是当年美国载人登月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后来长征9号在进行参数调整的时候也参考了 SLS 火箭。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2011年版的长征9号火箭和土星5号 SLS 火箭的性能对比。从性能上看，我们不难看出以下2点。第一，就是对比土星5号和 SLS Block 1， 2011版的长征9号火箭在起飞质量、运载能力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优势。第二点就是从构型上看，由于11版长征9号基本型火箭有4个助推器，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研制单位可以根据需要减少助推器的数量，以满足不同载荷的要求，因而长征9号火箭具有更大的使用灵活性。事实上，后来推出的11版的长征9号 A 和长征9号 B 火箭的方案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屏幕上左侧就是带4个助推器的基本型长征9号运载火箭，在它的右边就是带2个助推器的长9 A 火箭，而在长9 A 火箭的右边就是不带助推器的长9 B。通过助推器数量的变化，长9实现了产品的系列化的最初构思，这是考虑到市场需求变化的一种体现。
从这点上讲，11版长征9号火箭的总体设计思路还是比较先进的，至少相比于 SLS 有更广的应用领域。其实，即使拿后来公布的 SLS Block 2的火箭来和11版长征9号火箭做比较，长9也是稍占上风。这时候长9还没有考虑重复使用的问题，毕竟在那个时候，重复使用的猎鹰9还没有出现，世界上仅有的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就是 NASA 的航天飞机了。但航天飞机最后16.4亿美元的单次发射费用，显然是在向大家宣告，仅仅依靠重复使用，并不一定能降低发射成本。想降低航天器的发射成本，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因而，当时大家对重复使用并不太感兴趣，也没有把它列为研制新的火箭产品的关键要求。但是接下来，全球主要的航天企业的工作都会被一条鲶鱼给打乱了。这条鲶鱼就是 SpaceX。北京时间2015年11月22日 ，SpaceX 的猎鹰9号 Block 3火箭的1级火箭成功的在卡纳维拉尔角的1号着陆区回收了。到今天，猎鹰9号的1级已经成功进行了269次回收，人类开启了运载火箭重复使用的新阶段。然而，马斯克还不满足于此，他不满足于目前火箭1级回收利用的成果，他希望的是整个火箭都可以回收和重复使用。星舰就是在马斯克这样的要求下诞生。星舰是一个2级火箭，起飞重量达到了惊人的5000吨，比前面提到的长征9号、土星5号和 SLS 火箭都要大得多。更为重要的是，星舰的1级和2级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长征9号的方案进行调整，长征9号可能真的就会应了那句话，输在了起跑线上。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长征9号的设计方案出现了第一次重大调整。2021年6月24日，长征系列火箭的总设计师龙乐豪在香港大学发表了题为长征火箭与中国航天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公开了长征9号火箭在总体方案上的重大变化。大家请看屏幕，左侧就是2021版的长征9号火箭，而右侧就是2011版的长征9号火箭。从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对比旧的方案，新的方案有很多变化，包括取消了助推器，火箭的直径由 9.5 米增加到了 10.6 米，火箭的总高度从103米增加到了108米，火箭的起飞质量由4137吨降低到了4122吨。在1级火箭方面，由16台 YF-135发动机替换原来的4台 YF-130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则由原来的490吨降低到了360吨，相应的火箭的总推力也从原来的5873吨降低到了5760吨。2级火箭由原来2台推力为 224.5 吨的 YF-90 氢氧发动机，改为4台推力为120吨的 YF-91 发动机。2级火箭的直径也相应的调整为 10.6 米。3级火箭还保留了 7.5 米的直径，但发动机更换为一台 YF-91 发动机。经过这番修改，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原来的140吨提高到了150吨，地月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从50吨提高到了53吨。2021版的长9火箭的设计思路已经开始脱离土星5号和 SLS 的限制，开始更接近于星舰了。但是长9的星舰化还远没有停止。2022年4月，长9又推出了新的构型方案。虽然从外观上看，我们看不出22版长9比21版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只要看参数，就会发现22版长9比21版长9在1级火箭上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变化。22版的新火箭直径增加到了11米，总高则增加到了111米，起飞的质量和21版相同，但1级火箭的发动机从21版的16台360吨推力的
135氢氧发动机变成了26台205吨推力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二版火箭的2级和3级则仍保留了21版火箭的状态。然而，一切都没有结束。22年的7月和9月，长久又推出了2个不同的版本。不过，受限于篇幅的限制，加上变化不大，我在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在22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长久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多的我就不说了，大家还是直接看屏幕。屏幕上显示的就是22年航展版的长久的模型，是不是和星舰已经更加神似了？特别是红色箭头所指的那2个东西，那2个东西叫做山格舵，是用来在1级返回的时候控制1级火箭的飞行姿态用的。多了山格舵就说明在新的火箭设计方案中，已经把1级火箭的返回重复使用纳入了基本的设计要求。2023年4月，长征9号版本再一次被更新。大家请看屏幕，表格的最后一列就是23版长久的有关参数。从这些参数我们不难看出，23版长久已经充分考虑了1级、2级的回收和重复使用，同时把3级变成了选配，进一步加大了火箭的应用范围。同时，在火箭主要零部件的选型上，也有了一点通用化和产品化的考虑。比如1级和2级都使用了同一系列的 YF215 发动机，这种设计思路明显是借鉴了猎鹰9号和星舰的成熟模式。但我相信，火箭设计师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很清楚，每一个型号的产品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团队。选择什么产品成为自己火箭的供应商，会涉及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火箭上配置什么产品，很多时候并不是由设计师系统来决定。看到长久能走出统一1级、2级火箭发动机型号这艰难的一步，看来他们想把火箭做好的决心其实还是挺大的。从2023年4月到现在，在对外公开的信息中，长征9号火箭的主要参数依然在发生着微小的变化，但似乎总体的构架是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只不过随着长征9号火箭方案的不断变化，它真的是长得越来越像星舰。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今年2月发布的长久的最新的资料，不知道您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在节目的最后，请让我把长久的后续计划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长征9号计划在2030年左右完成1级定点返回验证，这个我理解就是让1级飞到大约100公里的高度，然后返回到预定的着陆点。2035年左右，长征9号将实现3级基本构型的首飞，到2040年左右完成2级串联构型的飞行验证，2045年左右完成2级完全可重复使用构型的飞行验证，到2050年左右建立航班化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这个计划听起来怎么说呢？我觉得比马斯克的计划要现实得多，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好了，关于长征9号方案变化的过程，我已经介绍完了，不知道您是否从中体会到一种无奈？看到长征9号方案变化的过程，我会不由得想起那个叫韩什么的故事，真希望那样的故事不要真的发生。说真的，有些事儿我一直就不太明白。NASA 就在 SpaceX 旁边，还和 SpaceX 有着密切的联系。可是为什么我就是看不出来 SpaceX 的猎鹰9星舰对 SLS 火箭产生了什么颠覆性的设计变更？NASA 怎么会就那么沉得住气？还有那个贝索斯也不让蓝色起源赶紧去学习 SpaceX 的先进经验，搞出的新格伦火箭既不学猎鹰，也不学星舰，生生搞出了一个长得和围裙差不多的着陆系统。到现在，这个系统行不行还不知道呢。好吧，也许 NASA 和蓝色起源是另有打算。不过，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好好的想一想，要不要先修炼一下自己的内功，等有了一定的根底，再去追赶别人急匆匆的脚步呢？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不知道您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对长征9号的方案变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了。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